事实说话，焦点访谈。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王俊拍案焦点访谈栏目。前一段时间，有江苏的观众给我们写来信，说他们在农贸市场买大白菜的时候有一股刺鼻的味道，他怀疑这大白菜里头有猫腻，添加了非法添加物，希望我们到那里去调查。接到这封信之后，我们派出了本栏目的特别记者渔猎奇哥前往江苏调查。渔猎奇哥到了江苏之后他就到农贸市场买了几颗大白菜，送到了当地的质检部门进行检测。这个时间呢是今年的8月3号，8月11号检测结果出来了。果不其然，这大白菜里还有甲醛，每公斤大白菜里还有2.5克的甲醛。大白菜含有甲醛，这是人为添加。7月30号，我们第一批次白菜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确定含有甲醛。甲醛是什么？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甲醛的学名呢叫福尔马林，它是一种防腐剂。大家可能不少人都去过毛主席纪念堂老毛呢到现在已经去世50年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躺在水晶棺里头栩栩一生没有腐败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福尔马林。老毛去世几个小时之后当时就往他血管里打这个福尔马林，然后把内脏都拿出来了然后最后呢就通过这种防腐处理最后把它放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的水晶棺里。现在毛主席纪念堂每年夏天都要闭馆几个月，闭馆期间呢就要把老毛的遗体重新泡到福尔马林里头。50年过去了你看整个的遗体保存得非常好。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学医的医学院的医学生他们都有标本室都泡在福尔马林里。所以福尔马林呢是一种效果非常好的防腐剂。那么前些年呢，中国勤劳善良勇敢的这些食品加工者就发现这福尔马林呢不仅仅可以保存尸体它在食品加工领域内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早年卖那个干发的海参，那海参呢在农贸市场里卖的时候得用水泡，泡完之后的海参如果卖不掉，它不就腐烂了吗？于是乎就有一些商贩呢就往这个泡发海参里头添加一些福尔马林，效果马上就好了。首先颜色变得非常鲜亮，其次呢你10天半个月卖不掉这海参呢还不会坏。你想想，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发明后来呢就推而广之，干发的鱿鱼用水发之后也可以添加一些福尔马林，效果也特别好。再往后那么有一些农民就发现，不仅仅在海参鱿鱼上可以用福尔马林，在蔬菜的运输环节也可以用。你比如说大白菜大白菜你往里头喷点福尔马林的话，那你运个几千公里到外地去，这大白菜都不会坏。2012年的时候，山东的农民据说是率先发明的这个方法，很快在全国各地都推广了。结果呢，这个消息就被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发现了，他们就说：“你看，中国往大白菜里头添加福尔马林，福尔马林那世界卫生组织都讲了是1级致癌物你闻的鼻子刺鼻，刺激眼睛，如果你要吸到肚子里头它对你的心肝肾还会有影响。你瞧瞧。”中国人的大白菜里头添加福尔马林，这个确确实实是太可怕了消息传到国内，中央电视台当时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驳斥这些境外敌对势力。难道说真的有这么多的甲醛蔬菜流通在市面上？那么这样的蔬菜它有害吗？这些实验又证明了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正视的是，甲醛蔬菜风波在当年确有其事。在2012年，山东青州曾经出现过这样一起报道，说当地的菜农常年将白菜等蔬菜根部泡甲醛以达到保鲜的效果，并且在报道中这些当地的农户还称这是潜规则，已经做了很多年了。这个事儿当时一经报道，迅速就舆论发酵了。经过市场监管的专项整治行动，后来发现呢，这个甲醛蔬菜的波及范围其实并不大，可能只集中在案发当地。后续这些非法用甲醛泡白菜的相关人员都被刑事处罚，也就是说进去了。抓起来之后就没有了那哪还有这甲醛呢？我们到菜市场去检测，发现全都合格，没有一个地方有甲醛。就算它有甲醛，甲醛极易挥发，那超市放半天，你买回家它还没挥发完吗？就算没挥发完，甲醛是水溶性的，这菜买回家你总会洗吧？所以你瞧瞧，这境外敌对势力就是对中国进行刻意抹黑。但是现如今
我们的特约记者啊，齐哥在江苏检测这大白菜啊，发现啊里头还真具有甲醛，那就说明什么呢？可能我们这个食品行业确实挺黑的，不用人抹啊，这个其实就这个黑色啊，就让我们不寒而栗。拿到这个检测结果之后呢，齐哥啊决定前往张家口跟内蒙啊交界的地方啊，大白菜的产区啊进行暗访调查。已经到了定位的位置啊！我现在位于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这个区域呢，是中国传统的大白菜的主产区。他到了那地方一看啊，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种的到处都是大白菜。我们现在要找那种大挂车，这种大挂车运往外地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是占药的。我们随机找一下。这齐哥呢，平时暗访还挺有经验的啊，他知道不能直接过去啊，打草惊蛇啊。没有，这个地方哦，对，快装完了。哦。我已经在后面那个地方发现了一车正在装大白菜的车，而且是大挂车，所以这一车很有可能会占药。我们为了保险起见，先用无人机来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占药，然后我们看一下从哪个方向进去，然后近距离去进行一个取证啊。小帅，你到我车上把无人机取一下。好的，好的。他拿出了无人机啊，在天上拍，一拍果然拍到了内容。无人机已经收回来啊！不出所料，这个车上居然有2个盆正在蘸这个药啊，应该就是甲醛。我们现在想一个办法啊，那边有一条小路，我们慢慢的靠近，看能不能近距离取到证啊。这个比较困难，因为人非常的多啊，性质太恶劣了。对，小超那个小山。它左边有一条路，往左边拐就过去。我从侧面一看我就知道，哦，这没路了。安徽的，安徽的一辆车啊。你们先别下来，我先看一下。我看那个，我就说这个路能不能走过去啊？哇塞，这白菜，这白菜漂亮了。哇，哦，这种全是白菜哦。他们到那个大挂车旁边啊，看到了那个甲醛就在蘸白菜，但是没有拍到。那没有拍到不行啊！作为王记拍案焦点访谈的记者啊，你不仅自己要看到，必须真实的用镜头把它拍到，那才算是人赃俱获啊。于是乎，他又继续找啊，这产区里的大挂车。这个地方又有一辆车，好，停一下，我来看一下。哎，果然不远处又发现一座。他这个时候呢，他就用暗访的方式，乔装成客户。到那个地方跟大挂车的司机啊拉个。我们现在假装过去问司机这个联系方式，就是要运白菜，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拍到啊，这个有点风险啊。哎，师傅，你们这白菜拉到哪里去啊？江苏。江苏啊，你们这运费怎么算的？论趟给的。论趟就是我们那个大挂车的司机啊说了，他准备把这一车白菜运到江苏的宿迁。宿迁，道上不耽误事儿就可以，你要耽误事儿就慢了。哇，我靠，那怎么有个盆儿？那是蘸的什么东西啊？这个？不知道啊。哦，就问这个大挂车的司机，说这运这白菜里头，那当时蘸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地方正在蘸呢。那司机啊也比较警惕啊，就说他也不知道蘸的是什么东西啊，但是他还是看到了那个现场就在用这个白菜蘸甲醛。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是3天2天。3天2天那也不长啊。这个是3天2天，有些或者1天遇到鸭子还吃几天。我去，简直是丧心病狂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老百姓的餐桌呀，我的天哪！哎，真的，为了利益良心都不要了。我们现在再往前面去看一下，哪里有这个大挂车装这个白菜。后来啊，经过不懈的努力啊，这齐哥终于在另外一处大挂车那地方拍到了现场。往上车上运白菜的旁边就是一大塑料桶啊，那个甲醛就摆在那现场。至此啊，应该整个过程中间就算是人赃俱在了。车上面的发白啊！拿到关键证据之后啊，齐哥做了2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向当地的食品安全部门举报，说你看你们这个地方啊，用甲醛蘸白菜呢啊。另外一个呢是追踪他们拍摄的这辆车，这辆车啊就一直往南开啊，从张家口内蒙古那附近呢一路南行，就开到了安徽的阜阳。到了阜阳，他给当地的
食品执法部门呢就打电话，最后就把这辆大挂车截停在了高速公路的出口。截停之后呢，把这个大白菜拿出来一检测发现里头果然有甲醛。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啊！视频中的第3车经过阜阳市监现场的一个快检，确认含甲醛。现在依据相关程序，对这一车白菜进行一个封存，然后后续的话，怀石药会进行一个调查。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市场，走吧。那么这个新闻呢，我们在焦点访谈栏目首先播出了，之后呢，那全国各地就炸了。消费者就不用说了啊，你想想，这甲醛，这都是致癌物，而且是防腐剂，是吧？这个东西你吃了之后，那对人身体是什么影响啊？我当时看了这个我们播出的节目，我就在想啊，老毛当时啊，说实在的，他就生活在文革期间，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发明用甲醛喷白菜啊，只用敌敌畏啊。他那个时候啊，如果是生在现在，我估计他天天吃白菜啊，他去世之后啊，都不用往身体里头泡福尔马林了，直接推到水晶棺里头啊，尸体都不带腐败的。那你想想，你经年累月天天吃就是个甲醛白菜的话，那防腐效果肯定好啊。活着的时候吃，死了之后就不用泡福尔马林了嘛。然后呢，那监管部门也坐不住了，因为他那个片子里不是讲了吗？说送到宿迁去了，宿迁就很紧张啊，说我们赶紧检查呀。说一检查之后，我们市场里的所有的白菜全都合格，没有甲醛。那辆车呢？说那辆车提前给他截到半路了，没有让他进入到宿迁。但是他们在这个宿迁的批发市场里头检测啊，同样来自于康保县的这大白菜的车就全都合格了。然后呢，合肥也在检测，合肥检测说我们这里也合格，也都没有甲醛。你看到了吗？全国各地检测的结果通通都合格。这就跟我们过去做节目里讲的啊，你看到了吗？康保县啊，一共就这么几个用甲醛蘸白菜的视频呢，都被我们的特约记者齐哥拍摄了，其他的那些白菜呢都没蘸。但是呢，你说无巧不巧吧？齐哥在现场啊，每看到一个大挂车，其实大挂车旁边呢都在用甲醛蘸白菜。当然，这个节目播完之后呢，在当地的康保县倒是没有否认，他说啊，确实有这个问题，情况属实。但是谁搞的呢？不是我们康保县农民搞的，是那个收购方，也就是那个大挂车的司机，他让农民这么干的。我们已经对相关的人员采取了强制措施，就是把这些人抓起来了啊。言下之意啊，就是我们康保县的农民没问题，是这外地的菜贩子他们坏啊，他们怂恿我们农民干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也在甩锅啊，也在推责任啊。但不管怎么样啊，他们说采取了措施，在当地啊，开始这个村干部啊把守路口啊，然后食安部门呢现场就赶紧去做检测啊。那我估计啊，暂时是没有人再敢往里头添加了，而且这事儿都惊动了国务院呢，国务院的食安委，包括农业农村部啊，都紧急发了通知，说对这个问题要从重从快的予以处理啊。那么事已至此啊，应该说暂时啊，这康保县的大白菜算是安全了。齐哥呢也发了一个视频，说大家现在吃大白菜没问题。问题白菜大概率你们以后是吃不到了啊？为什么？康保这边采取了非常有力的一个措施，就是在出这个产区的这个路上啊，全部设了这个哨卡，然后对出这个县的白菜进行一个封存、抽样检测。如果说检测出现问题的话，那么会对这个货车进行一个追责，而且进行严厉的处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问题的白菜压根就流不出产区。那目前国内市面上的话，据我了解，所有的地方对大白菜都在进行一个甲醛的检测。所以说理论上来讲的话，未来一段时间应该是白菜最安全的时候啊，这对添加甲醛的不法商贩形成了强有力的一个震慑。但是我看那弹幕上，这观众啊都不相信。但就是说难说呀，你现在抓，你抓着过几天呢？风声一过呢？风声一过之后，它是不是又开始往里添加了呢？是吧？就是我们现在解决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啊，好像基本上是靠这种曝光、运动式的整治来解决。好像风头一过啊，一切又如常了。你想想嘛，2012年的时候，山东农民发明的方法，到现在14年过去了，那还不是如此吗？当时不也抓了人吗？当时不也判了刑吗？但解决问题了吗？没有解决。所以老百姓的心里的担心呢，依然如初。接下来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
农民为什么要往大白菜里头蘸甲醛呢？这里有个背景啊，就现在的大白菜啊，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吃的大白菜啊，它上市的时间都在10月底、11月初，所以我们在北方啊，冬天储大白菜嘛，那个时候并不需要往大白菜上蘸甲醛。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才8月份呢，大白菜就上市了，这是反季节蔬菜。这反季节蔬菜啊，8月份上市的时候啊，天气非常热，而且这些菜贩都要把这白菜运到南方去，运到合肥啊，运到江苏啊，甚至运到广东啊这些地方。那运输的路线比较长，运输的时间也比较长，可能要3、4天的时间。这个时候啊，你就得采取保鲜的这个技术了。如果你不用保鲜的技术啊，那这路上这白菜肯定就会坏。而且白菜坏啊，还有个特点，它从根部开始发黑，根部一发黑，你到了销售地，老百姓买的时候一看这个白菜的根儿都黑了，它卖不出去。所以啊，他把这个白菜根儿那个地方蘸上甲醛之后啊，这白菜呢它就保鲜了，卖的时候呢就看起来非常新鲜。所以你看，农民当时用甲醛蘸白菜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啊，这农民呢基本上都是小农经济，田间地头啊。从客观上来讲呢，确实当地的食安部门呢要想做出口的检测和管理比较困难。这是我们替当地政府啊先说一句话啊，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成本。那有人问了啊，那为什么不能用合法的这种保鲜剂啊，或者保鲜技术啊？那非得要用这种甲醛呢、福尔马林呢，跟泡老毛的那尸体的那种东西来防腐和保鲜呢？这里头就有一个背景，就这个白菜啊，如果你要是从北方运到南方，最好的方式肯定是冷链运输。冷链运输就是大白菜直接运到冷库的那个集装箱里头啊。你比如说运到江苏的宿迁，我们算了一下啊，这个成本呢，一汽车3万斤的白菜啊，大概运输费用呢得4500块钱。但是呢，如果你不用这个冷链运输，你就是这种普通的白菜去运啊，成本大概就只有2000块。但是如果你不用保鲜剂的话，你这2000块的运输费到了宿迁之后，这白菜可能烂掉20%，你损耗掉了啊，那你这钱也没损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如果你用冷链运输的话，成本高，那你用这个普通的这种保鲜剂，那成本低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无论是菜贩也好，还是农民也好，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种成本非常低，但是呢对消费者身心有害的方式啊，来进行了运输。这里头唯一受害的就是消费者。这是第3个方面。第4个方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我看国内有一些媒体的博主就在那普及一些科普知识，说这个甲醛呢确实是挥发性比较强，大家不要恐慌，说抛开剂量谈毒性啊，这是耍流氓。其实经过路上运输那几天呢，到了那个销售地啊，基本上甲醛也都挥发没有了，所以大家放心吃。按照国际上建议的甲醛每天允许摄入量，然后我们来对比菜市场里边蔬菜抽检过程当中的甲醛含量，其实对比下来发现，要想超量其实也挺简单的。一天啊，你只需要吃个40-50公斤蔬菜就可以了。所以这事儿啊没那么严重。我看完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这里头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食品伦理问题。你就比如说这甲醛啊，或许啊它的挥发性比较强，你运输这几天之后它都挥发了啊。但是甲醛它是1级致癌物啊，它不能往食品里头添加呀。这个你不能因为它挥发了，你就可以往里头添加，这个不行啊。这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就是说，这里头本身它是致癌物，不允许往里添加，这是一个高压线，你往里添加就犯法，这触犯刑法的。那你不能说咱举个例子吧，你说我们把这个大粪这东西也没什么危害啊，我们把它稀释一下，泼到你的这个白菜上，然后卖给你，你觉得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食品伦理。比如说我们做过节目啊，说那食堂里头啊，这吃出了鼠头、老鼠脑袋。如果你要从营养学角度来讲，这有什么问题呢？那老鼠脑袋也是蛋白质嘛，那里头也是肉嘛，那你吃到老鼠脑袋，你有什么意见呢？
你明明你买的这鸭脖，人家还附赠了你一点老鼠呢，老鼠肉呢，你凭什么提意见呢？这里头最重要的不是说它本身有没有危害，而是它违反食品伦理。你不能把老鼠脑袋放到这个饭盒里头卖给我，就是这么简单。一旦食品伦理要是这个溃堤了啊，这个事情啊，就实际上啊，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础就崩溃了。大家想一下，市场经济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前提，就是它都是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比如说，我做一个出租汽车，我其实有一个暗含的前提，我上车之后，他不会给我拉到一个荒郊野外里头，给我扔到山下去，对吧？我去一个餐馆吃饭，我不会想着这餐馆里头往这里头给我下毒，放敌敌畏，放老鼠头。如果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整个市场经济交易的基础就不存在了。而在我看来，你往大白菜里头添加甲醛，我不管你添加甲醛本身是不是构成了对我身体的侵害，最重要的，它就侵害了人和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信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啊，我觉得在这个时间里进行这个科普啊，就是洗地，是吧？这是第4个方面。第5个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点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甲醛占大白菜，从2012年开始，山东的农民发明了，到现在14年过去了，其实一直就是在用甲醛占白菜。但是当地的质检部门发现了吗？没有。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发现了吗？没有。谁发现呢？都是我们王局拍案的焦点访谈，全国各地的特约记者发现的。我们这些特约记者啊，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专业技术，我们也没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那么多暗访的设备啊。但是你瞧瞧，我们就拿着这么不专业的设备，最后拍出了这个食品行业隐藏多年的惊天的秘密。说明什么？说明那些人都是尸位素餐。实际上，这些年来国内最重要的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啊，都是我们王局拍案的特约记者啊，这个自媒体的 UP 主啊发现的。大家还记得吗？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漳州那个地方，他不是那个用那个药水泡杨梅吗？还记得吗？现在在白水镇这个镇上面，到处都是卖杨梅的。保鲜的这个橙花橙汁的。他们说这种保鲜剂是加到水里用的。这个姑娘还给我演示了怎么给杨梅浸泡。这里有甜吗？但是防腐一定要用哈。这个要放郑州的这边点。它第2家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的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呢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3无的产品。白色粉末，哇，好甜啊！杨梅这个水果嘛啊，它这个由于没有外果皮，所以它极易腐烂。如果你不进行处理的话，一般来说2天就烂了。所以漳州那边啊，这杨梅重要的产地啊，他们都用2种方式啊来处理杨梅。一种方式呢，就首先用一种防腐剂，叫什么乙酸钠，是吧？脱氢乙酸钠，里头泡3分钟捞出来，然后呢还往这里头啊掺加一种甜味剂，甜味剂是食糖的800倍啊。这样的话，那这个杨梅啊就可以卖到全国各地的7天都不烂。结果呢，它是被我们的一个特约记者叫大虾拍摄的整个过程。揪心的一点是我走了白水镇的7、8家的杨梅的收购点，发现基本上每一家多多少少都在违规添加，而且用的也都是防腐剂或者是甜味剂。你看这很明显啊，因为正常的杨梅是不需要过水的，反而还怕水嘛，很容易变坏掉。但它这边就很明显的异常，就是它地板上都是水。以为说就白水镇存在这种情况，结果我到了那个产量更大的福宫镇，我发现这里的商贩也在用防腐剂和甜味剂。哎，这个是加保鲜的，保鲜啊。用这个干宝啊。你到他那里去，到后代办的。你看，我发现这个保鲜剂和甜味剂的时候，这个商贩就特别小心，一直叫我不要碰他的东西。都有，你去他那里，每个人的泡法不一样，他那也有。每个人的泡法不一样。每个人泡法不一样。你看，但是我转眼走掉以后，他就马上拿这里面的东西出来，加到这个水里面去。这种吗？
更夸张的是下面这家，放2种药，一种保证一点，成本15两种。我发现他用的甜味剂和防腐剂居然连包装说明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商贩自己都说不出来是什么成分。但你这没有名字啊，啥都没有啊。商务他就都不敢出啊，做出来国家会查，但是他这种是比较秘密的，今年才出的。有一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在走访这些批发点的时候，有多个打包的工人都在提醒我，千万不能吃这种泡了药水的杨梅，他们自己都不吃这些杨梅的。不能吃哦，吃这种泡药的，你看不能吃哦。好甜啊！结果这个视频拍出来之后呢，也是立刻引起全国消费者的愤慨啊！大家都不买漳州的杨梅了。据说漳州的杨梅损失超过1个多亿啊，很多农民都出来这个抱委屈啊，说你看这杨梅都烂了啊。要我说，这个农民啊，这些烂了之后，这杨梅啊，其实也算是一种市场的反噬，因为你其实用这种方式欺骗消费者，那消费者其实自保的方式就是不吃嘛，我不吃杨梅我饿不死嘛，对吧？但是更重要的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看到的当地食品监管部门的尸位素餐，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呢这栏目的这个实际上的形同虚设。想当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工作的时候，还能曝光一些这个社会的违法违纪的现象，可现在呢，已经完全被中共收买了啊！当然不用收买他们就是中共的这个宣传机器了啊，喉舌嘛，是吧？所以现在这些问题只能靠我们王菊拍案的焦点访谈来曝光。我节目的最后我还在想啊，其实当这种伦理一旦丧失之后，它不仅仅说是它的防腐剂啊，还有更毒的呀！大家还看到了吗？最近几天厦门那个地方啊，消杀公司啊，就对那个饭店里头消杀，用什么消杀？直接上敌敌畏啊！另外一个同事说，如果说用那个敌敌畏牵扯到一些事情出来，然后主管就告诉我们，你又不是老板，你怕什么？然后戴好防毒面具就好了。敌敌畏的成本是几块钱一瓶，如果说你用柴烧味的话是25块钱一瓶，如果比柴烧味更好的话就几10块钱一瓶。这敌敌畏那可比福尔马林厉害多了。那敌敌畏就是一种剧毒的农药。过去小的时候，你看这农民，那家里头谁自杀就喝敌敌畏，一喝就死了。这敌敌畏在餐馆里头消杀，往那菜板子上、往锅里头直接喷，你想想，这个危害性有多大？他那人不都说了吗？说他消杀过的饭店他都不去吃饭。商家有没有在你们消杀过程中质疑过你们的味道很大？有很多商家有提过，但是我们偶尔会以这是消杀珍贵药品这句话的说辞来敷衍过去。你想想，这是原因是什么？这不就是食品本身的伦理出了问题吗？只要不是自己吃的，那么他就不管不顾，至于别人有没有毒，他不在意啊。但当大家营造了这么一个人人互害的这个局面之后，我们的食品安全的整个地方也就溃散了。节目的最后我还在想，这中间最重要的责任是谁？我觉得责任就是食品监管部门。因为其实啊，如果没有政府这个守夜人，市场是不会博弈出来一个正常的游戏规则的。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规则下啊，我们也不用指责农民，也包括就是这个食品的生产者啊，就是那个杨梅的生产者，他们自己的道德良心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你想啊，如果你生产的杨梅2天就坏了，而且还酸，而且发布到全国，你想想你的杨梅卖得出去吗？人家用这个脱氢乙酸钠一泡，再加上甜味剂，还能发到全国各地，消费者又辨别不出来，以为这里头什么都没有。当然人家卖得好了，这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吗？你想想这大白菜是吧，也是一样。如果你不用福尔马林泡，那你这个白菜卖不出去，你生产出来的白菜一夜之间都烂到田里头，作为农民他怎么办呢？他最后不自己就得加入到劣币的这么一个群体中间去了吗？那怎么能够让良币驱逐劣币呢？你必须政府要建立起守夜人的这么一个角色，政府你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管，谁敢往里头加甲醛，我就处理谁；谁往杨梅里头添加这种防腐剂，我就处理谁。大家在一个公平的市场
约束条件下竞争，才能博弈出一个正常的正反馈。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运大白菜，可能有的人就不得不用冷链来运输了。杨梅也是如此啊，不泡这个脱氢乙酸钠，用冷链运输也可以运到全国各地啊。那这个呢，不也是通过政府首先通过守夜人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良币驱逐劣币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吗？如果没有这个守夜人，那么我们中国的就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应该说就永远得不到解决。最后我还想说啊，世界卫生组织三令五申，甲醛不得用于食品添加剂，不能用于食品的防腐。那个脱氢乙酸钠也不能用于食品的加工。那么严重的甜味剂也不能放到杨梅里头进行加工，敌敌畏更是不能用于食品行业的消杀。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些食品监管部门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些忠告、这些规定，也包括国内的这些法律法规他们置若罔闻。我在节目最后我要跟这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几句平时你们腐败也就腐败了，去商 K 呢也就去商 K 了，但是腐败的同时别忘了为人民群众做一点点事情。你要记住尔等俸禄尔等拿到的俸禄皆是民脂民膏你们最起码摸摸自己的良心要为普通的消费者做一点事儿嘛。这样的话，你们腐败的同时我们呢也能稍微有一点容忍之心。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教练访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